学客座教授研究员，景德镇东方古陶瓷研究会的常务理事，也是老朋友，金立言老师，给我们最先讲18世纪广彩铸像，大家欢迎。谢谢您，谢谢。来，请。哎，非常感谢大家到访的各位好朋友各位老师，还有我们那个镜头前的各位热爱瓷器的朋友们。正像汤老师所说哈，这个新年伊始，这个龙马精神海鹤姿，希望大家呢今年我们过得充实，把这个各方面的学习，把各方面的事业呢都把它搞起来，是吧？我知道呢，也有好几个专题的展览比如说我们在座的这个西风瘦马也要组织一个很好的展览。那大艺这边呢也有很多规划计划包括方方面面，这个都是特别的可喜可贺的事情。我觉得呢，在这个疫情的这3年我们这个有很多的不方便，但是呢，现在呢都是像一个国门打开，像一个趋好的这样的一个势头发展，非常的高兴，也祝愿大家呢今年呢各自呢有所收获。那18世纪的这个广彩呢，正像汤老师所介绍的这样，它呢非常的有魅力。过后呢，我们会介绍到，那在近年以来对这个彩瓷，尤其是清代的这些珐琅彩广彩洋彩粉彩等等的，大家对这个课题的关注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那这个呢有各种各样的时代背景，那我们呢过后呢来为大家一起梳理一下。那我们就进入这个 PPT 的环节。今天呢，这个我们这边的这个一个口号是推开门感受中国文化，对吧？在广彩这儿特别有意思，是推开窗感受广彩文化，因为广彩里面最把这个西欧的这个透视法运用的炉火纯青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里里外外很多层次的构图。那呢一定会出现窗户，所以我说这个正好推开窗感受广彩文化。大家说起来广彩很多就会想起来像这样的比较花俏的用彩非常丰富的金彩非常这种热烈的器物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概念中的广彩。那其实呢这一类广彩呢大多呢都晚过了乾隆很多都是同治道光左右的，有的甚至更晚。这是我们大家印象中的广彩。你看这一类呢非常的色彩非常的斑斓，而且非常的热烈，金彩我们称之为织金也是运用的面积很大。像现在在幻灯上呈示出来的都是我们北京广彩瓷博物馆的收藏，蔚为大观，相当的丰富。那在乾隆时期的这个文献里边这个小窦鹏乾隆60年的这个序文，他呢旅行到这个广东各地，也看到了当时的这个广彩瓷器里边用的这个金碧满绘，五彩相宣非常的好。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8个字一样金碧满绘，五彩相宣，就说它金碧辉煌，而且呢相映生辉。所以呢，在当时的人看来广彩瓷器也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个非常华丽、非常热烈的一个装饰效果。这是乾隆时候这个叫曾其儒他眼里面所看到的广彩。那我们其实看看这2幅画，大家有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大伟同学，你觉得这2幅画的这个区别和意境有哪里不同啊？左边这幅呢是我们印象中的水彩画，右边这幅呢是我们觉得是西方的这种印象派的油画。左边这个具体画的应该是香山那个碧云寺的。对。金刚宝座塔。然后整体的这个光影感觉呢是很顺的多彩，它是以比较多的水去融合这个色彩，使得颜色相互氤氲。而右边的这个比较接近印象派的这种油画风格，就是以大量的各种颜色叠染其中，让我们有一种光影感。对。更柔和一些，右边的更热一些。对，说得非常好，谢谢你。谢谢。其实大家这2幅图就很明确地表示出来了五彩和广彩也好，粉彩也好，珐琅彩也好的这个区别。正像大伟所说，左边是水彩，右边是油画，这是2种截然不同的表现手法。那我们看左边的是康熙五彩的这个水浒人物的盘，右边的是雍正的彩瓷的福禄寿3星尊，对吧？正如同刚才的画所呈现出来的效果。左边的蓝是蓝，黄是黄，
绿石绿啊，它是没有一个色彩的这个交融的，对吧？它有薄厚，但是呢，它只能用色彩来表示五彩之美。那右边就不同了，你看玻璃白出来了。这个玻璃白的调色，这个玻璃白的运用哈，就是欧洲的这一套系统传到了中国国内。那呢，它可以表现得更加丰富啊，阴阳相悖，这个后世的这种立体感等等都表现出来了。那这个就是从嘉万以来的五彩，一直到康熙五彩和康熙晚期开始的这个珐琅彩啊、广彩啊、粉彩啊这一系列的器物，在表现手法上，在工艺原料上的不同。康熙五彩的折颜玺和右边的这个，过后我们会谈到，这就是很典型的这个雍正、乾隆早期的广彩，同样，对吧？彩是独立的，彩是这个不相互交融的，但是到了这个广彩上面哈，18世纪早期的这个广彩的折颜玺上面，你看这个花卉，你看这个阴阳相悖，你看这个光影的效果就都出来了。那这个呢，就是广彩欧洲的来的这一套工艺技术、材料和烧制工艺对中国瓷器的巨大贡献。那呢，当时的时代背景呢，康熙23年解除海禁，广东省广州、江苏省松江、浙江省宁波、福建省厦门被指定为呢和欧洲通商的贸易口岸，也就是说粤海关、江海关、浙海关、闽海关的设立。但是呢，在乾隆22年关闭了3处，仅留下了粤海关。那18世纪的这个，尤其是18世纪早期中期的这个广州呢，是中西交流的窗口，源自欧洲的形形色色的人物啊，包括传教士，包括各种这个工艺的这些技人，丰富多彩的器物，庞杂多元的信息呢相继涌入。康熙中晚期，欧洲的釉上彩的材料及烧制工艺也从广州传入了北京的宫廷，那呢被命名为珐琅。与此同时，在欧洲呢，也在广州呢定烧彩瓷，可是广州呢并没有这个缜密细腻的瓷土高岭土，就促成了广彩瓷器的诞生。那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就是在景德镇呢购买白胎，运到广州，在广州呢加彩，2次呢烧成，在外销海外。近年以来呢，国内外对18世纪的彩瓷的研究呢特别关注，相关的课题呢包括了刚才我们聊到的珐琅彩啊、洋彩啊、粉彩、广彩的相互关系及界定问题啊，怎么区分它们之间的这个品种？欧洲传入的工艺技术啊、材料研制逐渐的本土化的问题啊，这个呢以雍正6年在活纪档里边有清楚的记载，研发成功了18种材料为一个标志。那第3点呢，康熙后期，尤其是晚期为一个尖峰时段的传教士的大量来华，并协助宫廷研发珐琅器，各类胎体的珐琅器，料胎呀、瓷胎呀这个的相关问题。还有呢，就是宫廷和地方的互动问题，包括内务府造办处与呢景德镇御窑厂的互动乾隆皇帝与都陶官唐英的互动，活跃于造办处的画珐琅人与呢广东地方的能工巧匠之间的往来互动等等。广彩的起源及早期面貌，其实这个是咱们今天来了解的重点。还有呢，广彩和金属胎、广珐琅一般我们说广珐琅呢是指的是金属胎现在在中文大学文物馆所举办的这个展览总香仪取自这个农庄淡抹总香仪这句诗，也是呢以金属胎为主要的这个展示内容的关系。广彩纹饰所见到的欧洲题材，广彩的外销和海外市场的拓展问题等等。那针对以上问题呢，海外两岸3地的专家学者呢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研究，多次举办了试点新颖的专题展览并刊行图录，相关论述呢颇为丰富，在后边的我们会随时的介绍到。这个就是粤海关，你看亲命粤海关在乾隆20多年以后呢，只留下这个粤海关作为中西贸易的一个窗口。这张图很有意思，在法国国家图书馆收藏，就是在这个粤海关这个外国人来购买瓷器了你看那个货架子上边还真都是广彩瓷器，那个边上都有金彩的装饰等等那个图案呀、造型等等都是广彩器物
所以看来它的这个定年是乾隆的后半叶。在当时呢，这个广州13行这个区域呢，已经在以外国人为对象呢卖这个瓷器，卖广彩瓷器。那我们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具体的器物，也就是18世纪早期的这个广彩的具体面貌啊，这个非常重要，是咱们这个深圳博物馆副馆长郭学磊老师发现的一件非常重要的实物资料，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因为呢，以前呢一直没有介绍出来这个款儿啊，这个杯和这个杯托，它的款儿呢是什么呢？上面的2个字是悠斋啊，这个幽默的幽，底下呢是御风杨林。这个人太重要了，就是广东巡抚杨林，他在康熙晚期，最晚是雍正早期，在广州当地定制的广彩。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个文章里面呢已经分析得非常的清楚啊。御风杨林的这个广彩杯盘一套，收藏在这个大英博物馆。杨林呢号御风，康熙56年由福建提督升为这个广州巡抚。康熙53年任广东巡抚，55年呢升为两广总督。雍正2年4月卒由上文献可知呢，杨林于这个53年任广东巡抚，55年升任两广总督。雍正元年，雍正2年4月离世，所以呢，他所定烧的这个广彩的杯和这个杯托不会晚于雍正2年，对吧？那这套东西呢，可以是我们看作是最早期的广彩的珍贵的实物资料。这个杨林很重要，他呢一直向康熙皇帝推荐广东地方的这个会烧造珐琅的能工巧匠包括后来成为郎世宁徒弟的林朝凯也是他发掘出来的。一直的源源的这个向康熙皇帝汇报，然后呢把这些这个能工巧匠呢送到这个北京宫廷，而且包括你看，在这个康熙58年的时候，从法国的这个来船上边呢有2位，一位呢是医生叫安泰26岁，还有一个呢是会烧画珐琅技艺一人，名陈忠信28岁，他们呢也是这个杨林负责给他们送入了北京的宫廷。对吧？后来呢，这个陈忠信呢，为宫廷的画珐琅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对，这个都是康熙最晚期的一些事情，可见这个杨林的贡献非常大我记得潘纯他们都是这个杨林所这个推荐到宫廷里面去的。过后这个环节我们还会谈到，就广东地区的画珐琅的能工巧匠一直在宫廷造办处呢身兼要职，而且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那还有这一类釉辛丑年制。也有人指出呢，最上边这个不一定是釉字但是呢，不管怎么说，这个辛丑一定是康熙60年，一定是康熙60年。外边是胭脂红的地子，里边呢，你看是绘画了这种花果的这个图案。所以呢，这一类呢，源自这个欧洲的这个胭脂红也称为金红，因为它的原料里边这个加有黄金嘛，也称为金红。那这个料非常重要，这个料是以往康熙五彩等等所见不到的。那一直到了这个雍正、乾隆时期，在景德镇的瓷器里边也很少大面积的使用这个胭脂红作为这种地子来呈现出来。所以呢，这个呢是欧洲的影响。那这一类呢，据郭老师的分析，据大家的研究呢，应当是早期的广彩外边，而且呢，这个胭脂红呢一直持续到胭脂红英欧美称之为 ruby back。那这个手法、这个装饰一直持续到雍正、乾隆时期，是广彩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这件呢是市场上的一件器物，也是所以18世纪前期的这个广彩瓷器呢，非常流行使用胭脂红，尤其是盘子类、碗类的背面满施胭脂红，称为 ruby back。这个呢，应当是受了这个广东地区的广珐琅，也就是金属胎珐琅器的影响。那胭脂红呢，不见于康熙五彩，康熙晚期从欧洲传来的材料，它呢。出现在瓷器上呢，是一批釉辛丑年制的器物。我们呢定为呢这个康熙晚期的广彩实例。你看，这个就是广珐琅的这个教子图盘，外边呢就是这个 ruby back ruby back 的这个胭脂红打底。
与之非常类似的构图，在瓷胎广彩上也非常的常见，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呀、大英博物馆呀等等都有相当的数量。谭媛媛女士呢，是咱们南方的一位收藏家，收藏了非常质量高的一批这个广彩瓷器，同样也是 Ruby Back。好，那这对小尊啊，作为这个雍正早期的广彩的标准器，太重要了啊！为什么呢？首先呢，它有纪年，甲辰花朝写于岭南珠江精舍，后边有一颗这个右上胭脂红彩的小印，里边写有唐金堂啊3个字。那其实呢，这对小尊呢，原来呢大家都知道，但是呢谁也没有和它呢把广彩挂上钩。那这个呢，也是深圳的这个郭学雷副馆长的贡献。那他看到了这个唐金堂的这个小印，然后呢查这个活计档，一下子就把这个唐金堂给锁定了。另外呢，这个甲辰呢，为什么我们说是雍正22年呢？它为什么不是乾隆49年呢？这个呢，也是活计档给我们提供了明确的答案。你看，在这个乾隆6年的时候，这个唐金堂啊，看来是非常出名的广州地区的这个画师，他的名声已经传到了朝廷。那乾隆皇帝让这个太监高玉传旨，命令呢海望，这个呢是内务府的一位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后来呢，一路呢做到内务府总管。那让他干嘛呢？向广东将画珐琅人曾连啊，这是曾不是惠，这个姓曾的那个曾连、唐金堂、李惠林3个人要来。啊，这是乾隆6年的一道谕旨，记录在咱们的这个活计档里边。右边是活计档的原文，要他们3个人来宫廷服务。但是呢，我们看在乾隆这个第2个横线那里哈，在对乾隆6年的7月20号的时候，这个粤海关监督郑武塞呢，这个人呢就把3位已经呢送到了这个珐琅座里边来了，送到了这个宫廷里边来了。是谁呢？是党应时、李惠林和胡礼运3位啊。那广州和北京离得相当的远啊，在那个时候哈，这个是差了，你看这个是4月份的事儿，对吧？4月12日的事儿，这个是7月20号的事儿啊。那也就是说3个月啊，3个月期间呢，分别呢是不同的一批人，被点到的那批人和进到宫里的这3位分别是不同的人。那有1位李惠林是重合的。那看来说明什么呢？看来说明这个曾连和唐金堂没有来，换成了另外2位了。所以这个呢就明确的说明呢，唐金堂是一位非常画艺精湛的能工巧匠啊。你想他的名声都传到了乾隆皇帝的耳朵里边了。第2，说明刚才的那个小尊，这个甲辰一定是雍正2年，因为他是一个画师在最盛年的时候才能画出这么精美的图案啊，对吧？那这个时候他要是30来岁的话，乾隆49年的都7老80了，那不可能被乾隆皇帝点名到宫里来嘛。所以这个甲辰一定是雍正2年哦，是这样一个来龙去脉。所以我们知道呢，这个当时在宫廷供职的广东的绘师大有人在。后面呢还提到胡思明啊，胡思明的作品呢有一件呢也流传下来了，那在台北故宫呢也有这个有一个珐琅的一个盒。另外一件非常重要的早期广彩就是收藏在捷海堂国内我们重要的藏家捷海堂这个珍藏这个献寿图的这件瓶啊，这件瓶呢上面的款是这个庚戌中秋偶作于岭南珠江海坞北白云居士啊。它呢虽然没有这个唐金堂的这个小印，但是呢，我们根据这个排比来风格样式的分析啊等等呢，认为呢这是雍正8年的一件很重要的广彩瓷器。你看还有这个猴子啊，还有这些仙姑啊，这些个画的非常的生动，非常传神。献寿图底下是卧月一个小印，白云居士底下呢是七云一个小印。那么同样呢，在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也就是那对小尊的这个美术馆里面呢，还有这样的功名富贵款，也是甲辰花朝写于珠江精舍的这个什么小杯和碟啊，这个呢也同样是雍正2年。
其实早期的广彩呢，经过细致的梳理呢，发现了一定的数量。你比如说这类的小碟子，可能都是和小杯子哈相搭配的，上面就有岭南会者啊，明确告诉你这个画这个纹饰的啊是岭南会者。那左侧的这个呢，现在收藏于广东省博物馆。这个干支推下来呢是雍正7年。谈到这个广彩和广珐琅啊，金属胎广珐琅的这个关系呢，就不能不提这对在国家博物馆收藏的画珐琅的杯子啊，因为呢，他们都带纪年款儿，两者你看这个是一个是都是辛丑款儿，所以呢这个呢都是康熙60年啊，也就是那个右辛丑的那个辛丑，康熙60年，康熙最晚期的金属胎画珐琅的这个实物资料，而且呢也都是广珐琅。为什么呢？你看右边这个杯子上面明确的写出了是辛丑初秋画于仙城官舍50山人笔。这个仙城就是广东的别称，广州的别称。广州又叫羊城，也叫仙城，也叫这个羊城，对吧？那呢，明确的告诉我们，这个是广珐琅啊，在广州绘制的金属胎珐琅。而且我甚至觉得呢，这个是出自同一个人之手，那绘画的这个风格非常的接近。所以呢，你看他一个呢属这个50山人，一个呢落款是月霞渔父啊。其实呢，这些个很可能呢都是他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自己的一个号，可能呢根据他的这个需要哈，随便就起一个名号啊。包括那个白云居士，也许也不止一人，所以你看这个风格这么类似，但是落款的这个并不一样嘛。那这样看来呢，给了我们一个佐证，就是说，这类的瓷器啊，一定是早期的广彩。为什么呢？你看这个落款方式都很像，是吧？那个是画于仙城官舍啊，这个是画于珠江精舍，这个是白云居士，这个是珠江海坞北，对吧？所以这个落款方式也非常的近似，可见呢都是一个脉络里面的东西，只不过那个是金属胎，这个是瓷胎。这个小尊相当的精美，这个海浪的部分啊等等，还包括人物的衣褶啊，还加了一些刻工，这个绘刻兼施。看这种 ruby back 的这个盘啊，也是。那我们第二个呢，来聊一聊这个我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广珐琅上边。不是广珐琅，说错了，广彩瓷器上面所呈现出来的透视图法啊，就像刚才我们那个展开图似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很少见到这么细腻啊、层次这么丰富的在彩瓷上的对欧洲透视法的运用。你看这个，我们从最外边的这个斗鸡的那个地方哈，数碗里边数到这个人物，数到这个里边打开的，你看打开窗感受广彩文化，对吧？然后再到里边的那个小月亮门，再到里边的这个案头的陈设等等，这个能分出来7、8层，非常。而且你看这边更有意思，这个小孩呢从这个院子里边哈跑出来，专门画一个门，为什么呢？就是要表现这个空间层次的丰富。这个墙上面还用一些折彩哈，打了一些这个彩，显得非常的立体。这是这个展开图，两扇这种在墙壁上的窗啊，而且还造型还都不一样。这个呢是那边显得窄，往这边呢更加宽，一下子就把这个立体感啊给突出出来了，把这个空间的这个开阔呢表现出来了。这一件啊，吴权博士在纽约的旧藏啊，也是，你看它这个空间层次也是，尤其是左边的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门，门外边还有门，还有风景，还有树木等等，特别的丰富这个层次。前边有一个这个幔帐啊，这个像窗帘似的这个幔帐，两边都有，加了这个幔帐，又显得空间开阔起来了。这一类呢，可能是乾隆早期的乾隆早期的这个广彩的这个作品，因为这个织金出现了，这个金彩的大量运用出现了。这个金彩的出现呢，据我们过后的讲者这个崔伯学的研究呢，可能是受了欧洲瓷器的一些影响。那把这个年份排下来呢，是这样的一个排序。你看这种也是，前面的这个人物景物，然后后边的这个墙壁墙壁外边的景物，再远处的这个山水等等，层次感非常丰富。
就包括一些化工拙劣的，相对这个大量生产的这种东西，也是特别爱表现这种空间。这儿有一个窗户，有一个门，门外边还有人等等哈，就是说这种对于透视法的运用是广彩瓷器的一大特色，很少见于景德镇瓷器。那它是怎么来的呢？做了一下大概的梳理，我想到的呢，可能是和年希窑有相当的关系。年希窑呢，大家都比较熟悉啊，也是和我们的这个瓷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还是和唐英搭档，对吧？这个雍正6年以后，他是督陶官，这个唐英是协造官嘛。那他呢，你看在非常的显赫啊，是著名将军这个年羹尧啊，雍正的年妃的哥哥啊，所以他也是雍正的大舅哥。那历任广东巡抚，在广东任过官啊，工部侍郎、内府总管、淮安官监督等等的一系列要职。他的见闻广博，在科学技术等领域都有作品传世。30年以来呢，这是他在这个世学里边的序文就是这么说的，一直关注就是欧洲的这个透视法，他称之为呢定点引线之法，在泰西郎学士，也就是郎世宁的协助下呢，最终完成了《世学》一书。这个就是第一次在中国介绍西欧透视法的这样的一部著作，里边还有很多插图，过后我们会介绍到。那除此之外呢，他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学问家，在医学方面有著作，在数学方面有著作，甚至呢在语言学方面呢也留下了成果。在东西交流的领域里边呢，他和传教士广泛交流，取长补短，在当时传教士写给这个教廷的信中呢，得到了如此的评价他非文人也非学究，如果他知道欧洲的学者们视他为同行的话，他一定会感到格外的震惊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是年希尧。所以你看这个《世学》，它是这个雍正7年出版，雍正13年增补了这个插图以后再版。世学变言然后首先就感谢这个泰西郎学士，也就是郎世宁你看数相误对，多次的2个人交流切磋再三都不够了，这是数相多次来交流才有了这个《世学》的这个书的问世。那呢，他这说了是定点引线之法也就是说是这个透视法的原理。所以你看，在瓷器以外这个年希尧对文化科学艺术有极大的贡献。里边有好几张很有用的，就是对于我们来说最关心的瓷器的这个插图配图。你看他把这个咱们叫书灯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都有这个实物传世，就告诉你这有一个点，把它引出来线这样的话呢，就是定点引线之法的原理就是用了雍正官窑的书灯作为实例。关于这一点呢，过后这个邵天虹的讲座里边呢会梳理得更加详细。你看这个厂官釉茶叶末釉的这个花椒也是它里边的一个例证有6、7幅雍正官窑的实物的这个插图。那呢，除了瓷器以外呢，还有方方面面的这个例证你看，比如说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开窗的这个，它上面写什么呢？此图和前图同法，但甲乙戊巳这个2线相交处甚远，故呢那个格子里边这个画这个线要画成平行线如工人小短线等等。他把这个窗户的这个4个角，那不是标了什么甲乙丙丁了吗？那呢就告诉你这个窗户应该是怎么样的立体的表现。所以你看这个窗户非常的像，对吧？在瓷器里面呈现的这个打开的这个窗户也好门也好等等我认为是和这个《世学》里面的这个插图给了他们相当大的启发。这幅图更有意思，它是告诉你什么呢？告诉你这个6层的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个屋舍的构图应该怎么画。你看这个开始是一个空白的，对吧？然后呢，看左边第2图有几个人物已经画出来了，然后再往下边越来越丰富，越来越丰富，最后就是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呈现，对吧？此图画全6层正式的一个总图，所以就告诉你这个层次感怎么样来掌握。所以你看这个广彩瓷器上出现的这种由远而近的这个非常复杂，但是呢繁而不乱的这种构图呢，很可能是借鉴了这个《世学》里边的这些个理论和这些指导。
这对屏也是广彩瓷博物馆的，人画的真好啊！它呢这个层次更丰富，而且呢它是左右2个层次。你看这边它不是一个这个屋舍哈，不是一个宫殿式的这样的，它又分出来好几个。那这个驾驭起来是更加困难的，更加需要娴熟的技巧，真棒！这个。其实呢，版画和瓷器啊，这个从明末清初以来是非常密切的关联。你比如说流行的这个洗象图啊，在这个万历年间的这个图绘宗仪，这也是一个绘画的这么一个解说书嘛，里边有很多实证。波斯洗象的这幅版画就已经出来了，是吧？你看，基本上都是这个套路沿用下来的。洗象图在明末清初特别流行，包括这个草本花诗谱的这个版画，基本上是完全的照搬到了这个明末清初的五彩瓷器上。那呢，最后一个小话题呢，就是我们看看这个广彩哈和宫廷珐琅彩好像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台北故宫有6件这样的教子图的盘，底下呢都有乾隆年制的料款我们呢一共有6件。你看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对吧？打开的这个窗户，包括后边的这些个空间的延伸等等哈，包括边缘上面的这个常见于广彩的这个织金、金彩的运用等等，基本上都是异曲同工啊。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现在大家研究清代的器物，都呢看这个活计档。活计档呢，也就是清宫内务府造办处各座承座活计清档的一个简称啊。各座有60多个作坊啊，有不同的作坊，不同的作坊接不同的活儿啊，所以呢，这个是这个各座嘛，说的是这个。那雍正、乾隆时期的两朝的档案呢，已经编了55本啊，已经是公开，谁都可以查看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因为呢，康熙初年呢，在这个紫禁城的养心殿内，所以呢也叫养心殿造办处。康熙30年呢，移到了慈宁宫南侧，有60多个这个作坊，包括了画座、玉座、铜座等等珐琅座。珐琅座金属胎的珐琅啊，瓷胎的珐琅啊，应该都是在珐琅座完成。眼镜座，造屏风宝座处等等。那其实景德镇的这个御窑厂啊，也是宫廷造办处的一个分支机构，在地方的分支机构，所以在这个活计档里边写成什么呢？写成江西烧瓷器处啊等等，它都是一个体系的，只不过那个在景德镇，没在宫廷里边。所以我们就发现呢，在宫廷里边，这个供职的这些画珐琅人和这些能工巧匠，很多都是广匠，都是广州出身的这些能工巧匠。你看雍正5年里边就写了这个画珐琅人，要这个张琦这个邝丽南等等呢，他们要完婚要回广州啊，所以呢都有这个详细的记录。可见呢，他们呢，包括这个胡思明等等呢，他们呢都是出身广州广东的这一批人。那他们呢，很可能把这一套广彩的工艺、广彩的构图、广彩的方方面面带入了宫廷。这是胡思明画的这个广珐琅金属胎的这个一个珐琅片啊，后边呢留下了这个胡思明的落款啊。这个呢是当时应招到宫廷的时候呢，宫廷要试验他们的手艺，所以呢他留下了这个款那呢后来被改装成了一个金属的一个盖盒是这样。所以我们就知道胡思明的作品。所以看这个西洋人物的器物呢，可能很多呢是有一部分出自了胡思明之手。乾隆8年，这个在活计档里面有明确的记载乾清宫收藏在乾清宫当时的这个三阳开泰、西洋仕女的这个长方形盖盒这一类的东西呢，可能或许也是出自胡思明他们这批人之手。永清文库日本的这件双联屏也是非常重要。我们关注这个背景的这个欧式的这个柱子的这个画法它是用这个点描法，一个点一个点这样戳点出来的。那你看这个盘也是后边的那个墙那个上面也是一个点一个点的，用这种点描法所戳点表现出来的。那你看这个上面也是一样，其实看的不是特别清楚，这一侧比较清楚。你看后边的那个珐琅彩西洋仕女的这个双联屏上面那个柱子的这个画法，和这个屏上面后边的墙壁的画法，这是如出一辙的，用的是一个工艺。所以可见这个广彩和珐琅彩有着密切的关联。这一类楼阁山水的东西呢，看下来呢也是异曲同工。在珐琅彩里面
表现出来的这个气韵哈，和在广彩上面呈现出来的这个空间感、这个绘画的特征呢，基本上是一脉相承。好，我们总结一下早期的这个广彩的特色。这个 Ruby Back 我们说了，那我们就跳过去。荷兰阿姆斯特丹的这个小尊，它其实是一对儿啊。以前出版了一件，大家以为是一件，其实是一对儿。这个博弈图的这个小尊，那呢画工精美，胎釉精良。那推下来呢是雍正2年啊，不是乾隆49年。刚才活计档的那个地方呢已经给出了答案。那包括节海棠收藏的这个雍正8年的这个献寿图的瓶啊，包括节海棠收藏的这个 Ruby Back 的这个仙姑啊渡海图的这个盘，这一类呢都是非常重要的早期的广彩的例证。达到了非常高超的工艺水平。在这个博物馆同一个博物馆收藏的这个功名富贵，也是雍正2年的这个小杯和这个碟啊，画的是鸡的这一系列东西呢，也是非常的精美。我们发现呢，早期的这个广彩画的这个花卉特别有特色。特别的饱满啊，大家观察一下就会有所感受，特别的饱满，好像下一刻就马上要凋谢的这么一个盛开的一个状态。而且呢，花叶的边缘呢，很多呢带有细小的那种锯齿纹，很细腻，很逼真。岭南会者也是当时的一个，这种岭南会者的小碟子也有一定数量，在大英博物馆呀、美国的这个公司收藏啊，都有一定的数量，就是告诉你啊，我是在珠江精舍画的，我是在广州画的，我是岭南的会者啊，我是广州的画师啊。这也是一个特色。那18世纪早期的这个广彩瓷器呢，尤其是盘类啊、碗呀的口沿呢，多以各种各样的几何图案组成呢锦地儿，并且呢加以折枝花卉啊等等，显得更加生动、紧凑、繁密、华丽、富贵。那这种装饰呢，很可能是源自景德镇的康熙五彩。上海博物馆的这个盘子，你看边上的这个锦地儿，各种锦地儿的组合，影响了这个广彩的装饰。我是这么认为。说到了这个透视图法哈，有的器物呢能够对欧洲的这个透视图法哈，这个得心应手，表现出了非常丰富的空间层次。有的呢甚至呢由远及近呢能够分出10多个空间，甚至呢令人感到呢这是画师在故意的炫技啊，炫耀自己的这个技术技艺。那很可能呢是受了这个年希尧在雍正晚期出版的这个视学的影响里边的这个窗户的这个描绘啊，包括这个空间的这个描绘啊等等，给了这个广彩相当大的影响。人物空间呢，经常呢看到以这种点描的手法戳这个点儿，你看墙壁啊等等这个地方的来表现，很有立体感。这种的手法呢，最早可能是受了铜版画的影响，但是呢，我们看到台北故宫的这6件教子图的珐琅彩的这个盘上边，也以同样的手法表现这个空间，表现这个质感等等，和广彩呢加以对比呢，有很大的类似性。那这方面呢，值得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也就是说，广彩广州的绘师、广州的技艺和宫廷珐琅彩和造办处珐琅座的互动方面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后的课题第一，怎么区分这个乾隆到雍正到乾隆早期的广彩和景德镇的民窑粉彩呢？这个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这个荷兰的这个小尊，我们刚才分析了是雍正2年的广彩，对吧？画于这个珠江精舍嘛。那你看左边的这个首都博物馆的这种观音瓶，是我们迄今来为止一直认定的很典型的雍正民窑粉彩但是呢，是不是有很多我们看到的雍正民窑粉彩其实是广彩这个可能性呢很大。而且你看它的描绘的这个室内的这种陈设等等非常像，后边呢都是这种家具斑竹的这种花几大理石的嵌大理石的这种家具等等置于四周的这种各种这种器物等等都是这个构图。那你要从这个衣折上看呢，你看这一类的盘是后胎的，底下呢有的写雍正的本朝的那种民窑款，有的呢画一个毛笔，画一个银锭，寓意必定如意等等那这一类的东西的画工，你看，尤其是这个吕布貂蝉的这个盘，这个画工，这个衣折的表现和右边的这个广彩的典型的这个教子图的这个盘，其实仔细看基本上是一批人画的，尤其是那个衣折的地方那个表现非常的自如，非常的飘逸那这种的东西，那是不是说左边的这类盘有可能呢也是广州家彩，但是它不是用于外销的，是用于内销的，对吧？因为它胎子很厚，而且呢没有这么繁缛的这种装饰。那其实也可能
我们迄今为止认识到的一些雍正粉彩应该是雍正广彩。还有一批很有意思的，有几件啊，这个介绍出来，因为它非常有趣。你比如说护利美术馆的这件西洋人物盘，下面是官窑款啊，底下是这个 Ruby Back 的这个胭脂红的弟子。你看这个构图，这个画工哈，非常的生动，非常的立体，但是它是官窑。赵从衍旧藏的一件也是大清雍正6字青花款，外边也是 Ruby Back。还有一件这个裘延之旧藏。这个款一看就是乾隆早期的，你看这个款的这个肩架结构，一看就是乾隆早期的，也画的是西洋人物，对吧？然后呢，和刚才这个赵从衍的这个构图一样，可能是一个画稿，只不过这个是雍正，这个是乾隆早期，也许是一个人画的都有可能。那这批东西我们怎么加以认识啊？它是因为它有官窑款嘛？后加彩您先。而且呢，这个料的问题啊，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个你看。在这个活计档里边，刚才我们说了，雍正6年的时候，宫廷已经炼制成功了这个18种料了，但是呢，好像这个胭脂红啊没有烧制成功啊，所以呢，这是北京宫廷，他还说把这个月白松花2色的这个料拿给年西窑到景德镇烧瓷器用，所以你看景德镇官窑里面用的料，宫廷研制出来的珐琅料啊，拿到景德镇去了，这个是活计档，这是乾隆8年的陶冶图册里面的圆琢洋彩的那一开啊，说什么呢？模仿西洋，故曰洋彩，对吧？然后后面又说了，所用颜料与珐琅色同，可见也是说了，我们用的这个料其实就是珐琅料，唐英自己说的。所以说这个料也是相互的，大家都交融在一起。在乾隆12年，唐英这个制定的烧造瓷器则例章程册里面说，凡颜料一项有广料啊，首先就说到广料，有洋料、金料，贵贱不同，各器需用多寡不一，按价核算，对吧？这个也很重要。这个因为它是整个的一个官窑瓷器的核算的这么样的一个很长的这样的一个手册啊，里边呢就谈到了料。你看第一个就说到广料，这个是后加彩，汤老师。所以说刚才那个不是后加彩，这个是瑞士包尔的那个盘，而且这个盘可能是印反了，所以这个构图就变成左右相反了。这个是典型的民国后加彩。所以看来刚才的那个还应该是本朝本彩，这个小蒜头皮一看也是乾隆的东西啊，这个胎子可能也不是乾隆的，这个就是民国的后仿啊。还有一个课题呢，就是这个广彩和宫廷珐琅彩、洋彩之间的对比研究啊，这个呢，尤其是在造办处活跃着众多广匠啊，他们呢把宫廷和地方呢联系在了一起，那呈现出来怎样的交流轨迹，值得深入的研究。还有一个。最后一点，广彩我总结的最后一点啊，在这个咱们今天的讲座里边，作为外销欧洲市场的主力这个商品，今天咱们没有机会展开说。对欧洲来样啊，它应该有一个摄取和消化啊。比如说常见的满大人的这个图案，那在欧洲人看来呢，一定充满了浓重的东方趣味。它历史背景的来龙去脉呢，在今天同样值得我们进一步梳理的研究。这个大碗特别有意思在广彩瓷博物馆，你看这个。玩着牌，左边这2个哥们儿打起来了，已经那个赤膊上阵，已经动起手来了，那儿干架呢，然后有人劝架什么的。你说这种这么有意思的这个图案哈，在广彩瓷器上大量的出现，非常浓厚。好，我这个今天的讲座呢，就以这段话呢作为结尾啊。这是日本的一位著名的学者小林太侍郎，他翻译的殷洪绪在康熙51年、61年这2次给这个巴黎的教廷的那个2封长信啊，就是他翻译成日文的，非常重要啊。他说的呢，清代瓷器工艺的成熟，实际上也彰显了精神的成熟，归根到底，这是社会民风的成熟。相较宋明、康乾时期的人更重视享受生活，世风如同《红楼梦》所呈现的一样，七情六欲，饱食人间烟火，隽永而细腻，美在深情。这也是清朝瓷器楚楚动人的地方。下周正好也是星期2吧，好像是在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所举办的这个讲座里面呢，有一讲也谈早期的广珐琅和清代的彩瓷之间的这个交流，欢迎大家关注，由北京故宫的孙越老师主讲。啊，这是吴权博士旧藏的这个小橄榄瓶，这是我的徒弟曹贺画的水彩画，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个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请几位主讲人呢把所讲的内容讲完，咱们在座的女士们、先生们有些什么想法、意见、看法可以提出来。
好吧？好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先请任军老师。好了。好吧。